要说手机又换了什么鬼摄像头或者超级望远镜变焦之类的，我可能是真没啥兴趣。但你要说塞了个风扇嘛，那高低得瞧一瞧了。传说中的平价小红魔 OPPO K13 Turbo Pro， 我们简单研究研究。正好手里还有个 Redmi Turbo 4 Pro， 虽然是哈利波特附魔版本，不过你懂的，除去皮肤还是一样的东西，作为主要参考。OPPO K13 Turbo Pro 上手第一感觉，塑料机身、玻纤背板，光一质感其实比较一般，隐约稍带点玩具的味道。好在总体设计还算周正，尤其细节处理到位。加之银色版本为例，在金属带口与满意含光的背板纹理联袂烘托下，倒也不致显得太过廉价，远看甚至还挺精致。甭管实际材质几何，反正观感确实比较金属。受限于阿角的关系，整机握持不比 Redmi 舒适柔和，然而毕竟宽度更窄，相对修长的身形令掌控压力在感受上反而更小一些。Redmi Turbo 4 Pro 也许由于电池的关系吧，其实尺寸严格讲还真是没那么紧凑，把红魔放旁边似乎都有点娇小。K13 风扇外观甚是隆重，努力显得尺寸很磅礴，进风口也有金属防尘网，不过总体位置相对身形来说稍有些容易遮挡，尤其背面是吧？可能硬质平面还好说，凸起尚能形成一丝夹角，倘若柔软平面，基本也就直接堵上了。游戏中途离手倒扣放置，或许是个更长寿的选择。灯带与风扇绑定，不过可单独开关，提供了2种灯效、8种配色，共计16个组合。灯效不支持严格意义上的自定义，风扇的自适应档位智能变频对应呼吸，最高档位急速暴走对应闪烁是固定的。配色虽然数量不多，但胜在比较精，亮度不刺眼，色彩也很柔和，搭配整体设计呈现效果确实可以。某种程度上好像搞得红魔的灯光相比都略微有些生硬了。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种氛围？你又愿意为本次 OPPO K13 Turbo Pro 的设计打多少分呢？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。官方数据，涡扇最高转速18000转每分钟，虽然没有红魔23000那么夸张，但或许因为 L 下压风道比较短小精悍且更宽敞的关系，感受上风量却明显要比红魔大得多。当然这点并不能直接说明效果，何况就位置而言，距离 SoC 似乎还有点远，实际等游戏中再探究。不过首先该说不说，噪音这块红魔是真的打不过。同为最高档位低转速短风道的 OPPO， 无论实际听感亦或测试数值都要比红魔小得多，查看频谱，尤其在人耳最为敏感的高频区间，控制的可以说是相当出色，夜深人静之时更加友好。震动方面依旧参考 Redmi， 纯论力道个人觉得并无太显著差异，但调教确实还是 OPPO 稍稍更细腻一点。比方和平精英当中过重的弹簧音就令 Redmi 有些出戏，而 OPPO 则有一定模拟打击感。外放效果同样 OPPO 更好一些，倒不是说绝对音质真能强多少，只是论现场实际听感，明显相对更加瓷实抓耳且不挑曲。Redmi 转录后有一定加成，但仍难掩偏薄的情况。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简单听听看，没兴趣直接跳过。本环节大致50秒。骁龙8H Zen 4，众所周知，虽然名字里带了个真4，但主要就是为了好卖嘛。本质上性能板块并无特别突出优势。作为8针3代际的次旗舰，更倾向通过比较周全的外围配置体现均衡性价比。另外，测试之前还有一点的说明一下 ，Redmi 是金属机身 ，OPPO 为塑料，即便同等温度数值，实际体感差别也比较大，后者摸起来相对会更低一些。
30摄组 3D Mark 烤机，今天的两位虽然都有白名单，但又几乎恰好是两个极端。Redmi 颇有些敞开了跑的意思，难得真狂暴，起手爆冲 15.3 瓦，平均也干到了 9.6 瓦。相比米系以往的稳妥风格，此处至少多掏了 10% 以上，当然代价就是最多只能坚持14分钟，直接过热保护，原地自动重启。此时周身5面最热点平均 51.6 摄氏度，不过因为属于有点莽的无所顾忌，以上基本皆为莫名踩爆了 CPU 产生的无效输出所致，所以平均帧率可以看到仅只多拿到了 0.2帧，会有点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看战绩 0.5 的即视感。反观 OPPO 心思就很风骚，白名单居然附带了专属调教，在有如 PWM 调光般的 CPU 疯狂调整线频加持下，轻松打满20分钟，开启内置风扇状态，仅需平均 7.1 瓦便拿到了同样的结果，关闭内置风扇更是只要不到 6.6 瓦，也没有弱很多。要说最大缺点是啥，就是这个操作在实际游戏当中却再也没有出现过，似乎同样不具实际作用。本环节很难确定两者不同机身材质对散热有何直接影响，同时估计因为 8S 阵式发热不咋乐观，以及保留压榨空间，内部 CPU 或者 GPU 温度皆被屏蔽，可参考的东西不多。不过单看周身与电池， OPPO 内置风扇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，最高档位下纵使30摄氏度室温，也同步平均大致下降了 1.7 摄氏度。在本套体系中，看起来核心目标并非真的指望炸出更多性能，而是力求尽量给到应有部分。30摄氏度120帧最高画质王者10 v 10，只能说骁龙 8S 阵式性能确实比较中规中矩，1漏最高也就是60帧左右，而几乎全员高地混战时则会遭遇明显掉帧。Redmi 这头似乎多少延续了烤机当中做派，性能释放相对高，奇怪的是温控又挺紧，于是导致仅12分半左右便撞墙降到了90帧。此时电池温度46，同期 OPPO 即使是内扇关闭状态也才42摄氏度。关键稍显尴尬的是60%时间都在90帧游走的 Redmi 最终周身温度最热点平均却也还是并没有比120帧打到底也没开风扇的 OPPO 低多少，往多了说也就1度左右。而如果对比 OPPO 开启风扇状态，这里整体就差些意思了。至于 OPPO 自己，风扇开与不开对帧率的改善没什么特别大影响，该掉帧的地方还是掉帧，一处也没落下。不过温度层面，周身平均下降了 2.64 摄氏度，电池下降 0.6， 这个降幅相信熟悉红魔的朋友应该知道，确实很可以。30摄氏度最高画质原神情况与王者当中颇为相似，个人觉得核心区别主要还是在 CPU 调度上。纯论输出 OPPO 虽不比 Redmi 暴躁，但手法明显更加细致积极，一方面很好的匹配了整机硬件承载能力，符合实际，另一方面受此加持，电池温度相比之下还非常的低，这也就使得即便塑料机身反而对环境温度没那么挑剔。30摄氏度也可以说是做到了几乎如履平地，风扇关闭状态扛了24分钟，整机不到 6.1 瓦，开启风扇从头打到底，砍下 59.2帧，本环节表现可圈可点。至于风扇效果，可能因为开启状态性能输出增加的部分对冲了降幅，最终落到数值也就并不明显，基本可以理解为开与不开，机身温度都是一样的，只是打开的话性能释放更持久。Redmi 倾向粗暴直接，要我说宛若忘记改过去的媒体版固件，也许25摄氏度或者更低的前提下，帧率能在 99% 的视频当中横着走，可一旦脱离理想环境，温度就开始兜不住。反正好处是无需担心拿不到性能，就像这里的前14分钟肯定是这哥们更流畅嘛。缺点最好再买个3070，或者得确保环境温度足够的低。星球铁道只能说大家都很拉胯，处在凑合跑的范畴，一定要分个先后的话，还是 OPPO 相对稍好一些，倒不是因为风扇起了多大作用，似乎主要为调教的关系，发热小很多。比如受此影响的电池温度是吧？不管开没开风扇， OPPO 都比 Redmi 低了差不多4摄氏度。最后最高画质明朝可能是今天 Redmi 唯一能稍微找回点场子的地方了，暂且抛开数值，感受上多数时间两者卡不拉几的程度差不多。不过开启风扇的 OPPO 用了 7.3 瓦， Redmi 只有 6.5 瓦，只是即便如此，电池温度也还是更热一些。OPPO 主要问题跳帧次数属实有点多，且幅度非常大，也就导致实际体感其实是明显弱于所谓平均帧率的。屏幕部分继续参考 Redmi， 首先息屏光谱反射两位基本相同水准，没有本质区别，非要较真儿，但 Redmi 略微强一丢丢。亮度方面，全屏手动平均最大亮度675尼特，10%窗口 HDR 将近2000左右，激发平均比较离谱，硬是生生怼爆了1700尼特，简直秒天秒地。但注意不要高兴太早，暂且抛开失控的均匀度不提，这个亮度说白了也是纯为刷分而生，仅能在极高的照度下维持很短的时间，正常使用根本没有激发的可能。相反，从1万到10万
万勒克斯模拟实际激发，这货大概率都是更暗的那个。即使开启所谓高能户外模式，也得是理想情况下才勉强更亮一点，大多数时候开与不开区别好像不是特别明显。有同学可能说，那究竟什么情况下才能达到宣传的全屏1600或者是最高1700尼特呢？实测大概得19万勒克斯，也就是说论自然光照放眼太阳系，虽然去水星不至于，但恐怕至少也得在金星轨道附近能差不多激发得出来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OPPO 只有正面一个光感，背面或者顶部都是没有的。日常使用中逆强光的场景可能会有点痛苦，也就是说即便你到达了金星轨道，还必须得是面朝地球的方向握持，背口丝也是不行的。默认模式10尼特蓝光，波峰461纳米，加权高能蓝光占比和 Redmi 相近，不过稍微弱一丢。调光频闪大体同样的情况，绝对足够护眼，只是要论 SOM 也还是稍弱于 Redmi。蓝光回接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即便是咱这种极端情形，肉眼观感也比较匀称。此时 Redmi 则存在可察觉色带，看起来也会隐约有点发紫。色彩方面没啥可说，如果你想要准一点，就选自然模式。此时色温稍稍偏冷 ，sRGB 平均色偏1左右 ，P3 广色域大概1.3。Redmi 默认模式叠加暖色设置时，这两个数值分别是 0.87 和 0.79。触控采样系统 UI 下125个字，相较频率范围横跨105到133赫兹的 Redmi， 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平稳，一条直线，基本不会波动。游戏中最高档位下同样如此，虽然只有240赫兹，不比 Redmi 的480，但仍旧平直的有点离谱，对强迫症相当友好。点击延迟估值，硬件部分似乎还是没啥显著区别，不过系统层面相比 Redmi、OPPO 这边大致慢了3毫秒。跟着做实测就很难讲，我瞅着好像基本也是一样的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哪头更好呢？注意别整岔劈了，不是说采样率，是说这根线跟笔尖的距离。充电方面 ，OPPO K13 Turbo Pro 内建7000毫安时电池，搭配80瓦快充，参考7550毫安加90瓦快充的 Redmi， 两者0-100 UI 满电时间其实差不多，都在50分钟左右。不过真要论速度，肯定是90瓦更快嘛。此时 Redmi 实际充入电量估值7200毫安 ，OPPO 则大致为6500。同时或许为照顾电池寿命，想完全充饱拿到剩余500毫安所需时间也比较长，至少还得再加30分钟。好了，总结一下，尽管也许迫于成本关系，哥们儿搞成了塑料机身加所谓的玻纤背板，确实没啥绝对质感，但说实话，不论配置、体验还是细节呈现，实际拿在手上感受都远比想象中强得多，并无明显粗制滥造、廉价糊脸之处，对得起价格。内置风扇放在当下虽称不上稀奇，但本段位上内置风扇绝对足够新鲜。关键除噱头拉满、巧夺赛道身位，搭配合理性能调教，也的确具备相当切实效果。就初次尝试而言，完成度不俗。一句话，它可能不是这波一屁股 Turbo 里最完美周全的，但起码是相对最有趣的。最后忍不住想问红魔心里有何感想？坦率讲 ，OPPO K13 Turbo Pro 这个框架看起来几乎完全就是红魔早就应该做的平价系列标准模板。核心卖点完整的前提下，即便软件功能100%同步，也与自家旗舰毫无冲突，甚至凭借现有技术积累，根本不需要啥太多额外成本。但哥们儿硬是选择费劲巴力做了个没风扇，完事儿主打纤薄的 Air， 有点东西。不知道诸位觉得红魔究竟是基于怎样的考量？或者说，假如有一天搞了相似性价比机型，你会考虑吗？欢迎评论留言分享观点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感谢收看，我是大手哥，我们下期见。